这两位老先生所代表的红蓝之争，其实所呈现的背后，就是德州跟现在美国中央闹事的历史脉络，贯穿整个南北美哦，曾经势力最强大的殖民国家是西班牙，后来墨西哥也发生独立革命啊，就反抗西班牙的统治。当时墨西哥贵族鼓动奥古斯丁一世啦，但推翻掉的结果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势力开始深入到 Texas 里面去。西班牙人统治时期，墨西哥人号称他们已经被奴，但是这个时候美国还是有奴隶制，所以其实，在19世纪初的时候，美国比墨西哥落后。是的，你越叛他，可是他的粉丝越铁，就变成说这一个身负重罪的前总统，有可能变成以后的总统。这些中西部的人很多是一辈子没有出过他的州的，那这些人跟联邦政府所提倡的价值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如果没有办法妥善的做一些调整的话，美国未来这种冲突摩擦、这种纷争肯定会持续，而且会越来越大。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一修。我们今天继续来讲我们的专家讲坛哦。最近呢，有一个新闻呢登上了国际版面，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美国德州啊，最近在闹独立啊。怎么搞独立的呢？美国不是一个联邦政府啊，各州权力不是很大呢？这个说得好，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现在这几年啊，深陷所谓的红蓝之争啊，在台湾有所谓的蓝绿之争啊，而在美国红蓝之争就共和党、民主党，而德州更是共和党的大本营啊。德州这一次呢，对于现在拜登总统、民主党政府啊，他的这个移民政策非常的不满啊，那也对美国现行的这个民主党主导的意识形态非常的不满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竟然搞到甚至进一步所谓的内战都要爆发了，甚至有所谓的这个士兵呢彼此互相开枪这样的一个传言出现了，这个真的是闹得不可开交哦。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爬一爬，美国真的要内战了吗？美国真的要分裂了吗？我们就从历史跟现世来做一点连结。那讲到这个问题呢，今天呢终于来到我们现场的是谁呢？我们来欢迎王立本老师，学好。主持人好，还有全世界的观众大家好。是学长，这个难得来到现场来帮我们解答一下，最近这个真的是闹得非常夸张哦。是的，美国这个红蓝两州啊，是的，最近闹所谓的国家离婚啊，德州甚至濒临内战哦。那州长怒呛，不要惹我德州啊！哈，美国的德州州长呢叫做阿伯特啊，那最近无视最高法院的判决，加固位于美墨边境的铁丝网，并展开一系列代号为“孤星行动”的军事部署，甚至连这个“孤星行动”都非常有意涵了，因为我们知道德州要叫孤星之州嘛，对，那等于就是我德州的行动啊，与联邦执法人员对峙啊。阿伯特的行为受到广泛的共和党人支持。德州的副州长啊叫做 Dan Patrick 派翠克，甚至怒呛拜登哦，他说：“你不要来惹我德州啊！”更有共和党党员呼吁啊，干脆这样好了啦，红蓝两州我们就分离拆家了啦，就从此分成两个国家。那美国联邦政府跟德州的这个移民爆发危机啊，屡次在冲突。现在为了是否拆除德州边境的铁丝网呢？这直接呢两边来对呛，州长呢甚至得到25名共和党州长的声援哦。那这个代号呢，孤星行动呢，甚至是军事部署啊，美国德州的国民警卫队 National Guard 不服从最高法院和联邦政府命令，反而设置了更多的围栏啊。也就是说，德州国民警卫队直接听州长的话，对，那直接呢来做边境的巡视哦，跟边境巡逻队展开武装对峙，这怎么回事呢？因为边境巡逻队是联邦所属，对，没错。那多个共和党州也派兵来表示支援，所以其他州的这个国民卫队也来了。那最凶的还是这个派翠克这个副州长啊，他说啊，华盛顿让路啦，那美国呢，乔治亚州共和党的议员呢，甚至直接讲啊，这个叫 Green 啊，格林他说。那干脆这样啦，我们就拆伙吧，拆家叫国家离婚啦，对。那意识形态上我们就分成两国，我们不管了。那到底有多夸张了？你看啊，这个国民卫队啊，调动的剑拔弩张。我跟大家讲，国民卫队的战力可能不输给中华民国陆军哦，不输给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陆战队 M1 坦克啊。对哈，这个 M1 坦克这一次也在乌克兰也在登场了。你看他们在运送这个 M1 坦克，那这个是边境对峙的一个部分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在边境上呢，有这个移民啊，想要进入美国，那当然，这个边境巡守队是把他们进去哦，那就是加固铁丝网部分，然后把它一圈不够，给你这样4-5圈哦，给你围得彻彻底底的。
那德州就在这里啊，我们知道在美国的最南方啊，对，路边的最南方啊。那德州为什么会爆发这一次的冲突？这个源头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搞到要国家离婚了？德州是美国除了阿拉斯加之外，美国本土土地面积最大的一州了哈，也是美国的石油跟重工业生产重镇，所以德州非常的重要。大概在美国本土2个州最重要，一个就是德州，一个就是加州啊。德州有人算过嘛，如果它独立成一个国家的话，它是世界经济体量是世界前15名的国家哦，这么大。对，加州大概是第8名、第9名左右哈，所以这2个州的实力都非常可。在我看，德州的重要性还超过加州，因为加州的产业很多是吃喝玩乐嘛，都是娱乐业，对不对啊？有科技业，有科技业的矽谷。那德州是重工业哈，德州美国的许多重工业、石油产业都在德州哈，所以德州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是反映了当前美国国内的一种对立跟一种分离情绪啊的这样的一个产生。但实际上我们从历史来看啊，其实德州有这样的一个分离主义也不是1天2天了啊，长期以来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了哈。这个跟德州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的背景其实是有关系的哈。主要是在于说，德州实际上是美国扩张主义下的一个典型的产物。这里的扩张主义是指美国独立革命之后，我们知道美国独立革命之后啊，就是英军向这个华盛顿投降哈，就是美国独立革命获得了一个完全的胜利哈。在美国这个独立革命之后，事实上美国它的这种扩张的属性就越来越强大啊。基本上，美国人在独立革命之后就建立了3个很重要的信念。第一个，就是美国认为它是天选之国，天选之国，它是上帝宠爱的国家，它等于是得天独厚嘛，它跟欧亚的旧大陆都有海洋隔离嘛，好，然后它加上它又是新移民的这样的一个天地，它本身是自成一个格局，它是非常庞大的国家。第二个，他认为美国所代表的是一种人类的普世价值，民主啦、人权啦、自由啦、开放啦，哈，他认为这些是美国人必须要去推动这样的价值，它有这种传教属性。对，其实把教义改成自由、民主、人权而已。对，差不多啊。其实里面所内涵精神就是基督新教。第3点就是说，它有那种安格鲁萨克逊人的那种有说英语民主啊，英语民主的利益在扩张啊。就是说，那它跟它对立的，当然就是过去旧帝国主义的殖民势力的西班牙。它所代表的是天主教嘛，天主教的意识形态。所以这个美国的独立之后，基于这3点信念啊，其实发展到最后就是我们后来讲的门罗主义嘛，就是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简单讲就是这样，就是都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所以美国的西拓运动，其实在它独立之后就展开。刚刚那个历史哥那一张图就非常好，你看。对，你看这个1783年他就逼迫英国把中间非常大一块密西西比河以东非常大的一块，就很便宜的价格就卖给了美国，等于是并吞了。对，等于是并吞了，逼英国换，因为英国也管不了这里了嘛。对，就英国就内缩到加拿大去。各位注意美国在1783年一独立成功，它就是已经是个非常大的国家，你有没有发现？大概就所以这个叫做独立13州。然后我看很多这个美国人自己画的地图，他都直接画到这里。对。没错，然后只是在这里画个斜线。对。但事实上，打独立战争是在这里，对，只有在这边，就是所谓的这个独立13州。对。但这一块是在独立的当时，因为英国败战嘛，他就等于说直接侵。而且独立13，请注意我们今天讲北美13州 New England 嘛，当时叫。其实这个北美13州最早是13个独立殖民地，但它各有各的总督府它并不是说有13州有一个完整像印度总督这样，它并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然后它接下来美国就有很好的机会，因为什么？旧大陆的战火让美国人很相信他的这一套天命理论。天命理论包括哪些人提过？跟各位讲，华盛顿、杰佛逊、富兰克林。汉密尔顿这位就是杰佛逊他们都提过类似这样的言论他们认为说这就是上帝给美国的一个机会所以他们在写独立宣言的时候就把它写进去了。对，就写进去了。所以这个杰佛逊就是起草独立宣言最重要的起草者之一。美经上也有基于上帝我们信任嘛。他认为美国就是一个上帝所赐福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美国其实号称政教分离，实质上它的这个天命观跟所谓的神权的这个色彩是非常浓厚。对。你看美国总统好喜欢讲一句话，对 ，May God bless America。对。这个后来这个历史也给了美国很多机会了。1803年他就压迫法国，因为当时我们知道欧洲在拿破仑战争嘛。对。然后他就压迫法国，把路易斯安那又是这么大一块地，用非常便宜的价格，你看几乎倍增对。
对，几乎长了1倍大。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对不对？路易斯安那，对，其实讲白了，其实就是昂格鲁萨克逊海盗精神的陆地化，其实就是这样，抢到的就是我的哈。然后我们知道他在1803年买到这个法属路易斯安那之后，他就面对到一个问题了哈，就是他要跟当时的强大的墨西哥进行了一个对抗。我们一般人现在不太晓得这个历史了。实际上在整个美洲大陆贯穿整个南北美曾经势力最强大的殖民国家是西班牙。这些都是西班牙的地。对，你看各位，你可以看看西班牙有多大，而且这是当年教宗在西葡两国，就西班牙跟葡萄牙帝国的那个划分所划分好的区域哈。葡萄牙得巴西，对，得巴西，那其他就归西班牙。西班牙就归西班牙，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有多大。曾经西班牙帝国是这么大的一个帝国，几乎每州都是他的啦。对，大概有人算过，大概2/3。那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你看这个图，叫这个法属路易斯安那卖给那个美国之后，美国在19世纪之后，一方面它要吸收这一些它新并吞的这些领土，就有大量的那个新移民进来了哈。二方面是它跟当时叫做新西班牙了哈，这个地区叫 Neo Español 就开始有一些碰触，还是一样的模式哈。大概在1810年代就有大量的说英语的 English speaking people。进入到德克萨斯州，所以看一下当时新西班牙总督区。这边给大家解释，紫色的是新西班牙，西班牙的领地啦，对，那就所谓的新西班牙总督区。这边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核心地区叫墨西哥，对，墨西哥概念是后来慢慢往外扩张，因为这跟墨西哥独立有关系。对，没错。那这一块地区当时其实白人为主，而且大量的居住西班牙人的后裔，对，所以。当时美洲的文化中心在墨西哥，在墨西哥就是今天的墨西哥城。那他就是欧洲的东西带过来嘛，非常有钱，富丽堂皇。对，跟今天我们知道墨西哥毒品啊、治安败坏是完全两回事啊。19世纪最发达，19世纪上半叶最发达，或者是18世纪后期最发达的美洲城市是墨西哥。墨西哥城，对。那开始碰触到之后，就是美国这些 English speaking people， 就是属于昂格鲁萨克逊的这样的新移民，就开始进入到就是你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地区，新墨西哥啦、新菲利普斯啦，还有德克萨斯，逐渐的进来了哈，进入到这边来之后，当这个美国跟墨西哥之间就是前西班牙殖民者之间的碰撞就越来越严重哈。实际上后来墨西哥也发生独立革命就反抗西班牙的统治。墨西哥发生独立革命的原因当然很多啦，有人把它归类成就是拿破仑战争之后有一段时间欧洲就发生很多的所谓的民主革命，或者说这个中南美洲的这些革命。实际上我告诉各位，你看这个时间1821年它的所谓的独立，对不对？1822年美国就提出门罗宣言。对，其实这是美国西拓运动下所鼓动出来的一个产物。他们墨西哥的西班牙人来摆脱西班牙本土的人的殖民，因为剥削他们嘛，因为他们每一年就大量的金银矿的收入还是要回缴回那个西班牙帝国那边。墨西哥为什么变帝国？这是这位叫 Austin First 奥斯汀一世，他是墨西哥皇帝，1822年独立，他其实是墨西哥独立之父。对其实这个学弟就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美国人就是跟美国人信仰价值就开始有一些冲突。对，因为这些这个西班牙的贵族他们在这个策动墨西哥独立的时候，当然也是经过一连串的内战这其实也打得非常的惨烈，一连串的内战之后建立之后，那新的这个墨西哥国家是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我们知道当年那个昂格鲁萨克逊人的后裔建立了这个美利坚合众国之后，也有人鼓动过华盛顿称帝的，也是有的，可是华盛顿拒绝了。这是华盛顿当时他了不起的地方了他拒绝了。可是同样的一个套路在墨西哥就不是这样了。当时的这一些墨西哥这些贵族就鼓动当时这一位后来叫奥古斯丁一世了他本来是一个革命领袖但他本身有那个西班牙贵族的血统他就联合当地的人就出来反抗西班牙的统治，就爆发西班牙独立战争嘛，大概1818年左右爆发的后来这个战争一直打到这个时候，后来就独立。本来他的说法是，我想找一个欧洲的贵族到墨西哥来当皇帝，其实这是幌子，他自己想称帝。最后就在一部分军人的簇拥之下，当然也有很多人反
对啊，有很多当时的那个墨西哥人反对，就他竟然就称帝了，就称了在历史上叫奥古斯丁一世。所以请记住啊，你看墨西哥一独立，它是个帝国，你有没有发现啊？等于是，所以他这个革命就变成有个问题是，他等于是把过去西班牙人在这个墨西哥统治的体制还是没有动。它还是一个这样一个专制帝国，一个贵族联合体。这个时候欧洲已经进入后拿破仑时代了，对，所以在等于是已经进入梅特涅体系。对。那跟大家聊过梅特涅体系，梅特涅体系就是欧洲王权的复辟嘛。对，没错。所以这个复辟再加上这里本来就是西班牙的一个殖民地，然后集结了大量的西班牙贵族。对。所以最后他们就想当然选了一个帝制。对，选了一个帝制。可是这个帝制天生就跟隔壁的共和完全的美国不对付啊。对，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一位奥古斯丁一世哈，他独立之后，他也采取亲欧洲的外交政策。他跟欧洲国家开始建立很多的关联啊。当时也把当后来的那个法国的势力。好，跟一部分西班牙人又重新引进到墨西哥去，所以就让很多新移民就不爽嘛。就我们看当时那个墨西哥领土很多是在格兰特河以北的，各位可以看到这张，这就德州 Texas 啊，这是新墨西哥。所以你看这个图，你就知道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对，它的 Texas 是在当时的墨西哥帝国的，对，墨西哥帝国的东北部，所以它跟美国是靠在一起，所以移民进来的特别多啊。再加上德州它有一些很好的条件啦，所以吸引了很多的移民进来，所以很快的哈，就是在这些新移民的这种领袖的鼓动之下，就发生了这个动乱哈，就推翻这个奥古斯丁一世。奥古斯丁在1823年就被其他的革命领袖联合起来，就把他给推翻掉了哈。但推翻掉的结果是什么？是美国，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势力开始深入到Texas 里面去，就是这等于是种下了下一波，因为你中央衰弱不堪，对，所以地方就抬头。所以我们看，所以德州基本它是一个文化的交界区，它等于是西班牙文化跟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一个交界区，因为从这边以上就进入到高原区。对。那墨西哥城其实就是坐落在这高原区的中间，对，核心这边哈，所以历史上所谓的美墨战争啊，就是这样子来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是德州今天的周期跟州徽啊，对，没错。那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长得几乎一样？这是德克萨斯共和国。怎么搞出一个德克萨斯共和国？大家可以仔细看到 The State of Texas 啊，Republic of Texas。对，没错。除了色票上的差异之外，然后呢，德州共和国跟它的这个州徽也非常的接近。对，没错。红蓝白三色嘛，三色这个体系嘛，然后一颗星，所以我们刚才应该讲孤星共和国，对，孤星之州，其实它的前身是孤星共和国，是的，没错哦。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美墨战争，跟德州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看到德州在这里啊，好，这是当时的德克萨斯共和国已经闹独立了，对，没错。那墨西哥人有做事，这个独立继续发生。好，简单说，后来这个德克萨斯州跟这个墨西哥国哈之间的关系就渐行渐远。其实跟今天美国和德州的问题其实是蛮像的哈。当时德州也是要求墨西哥联邦政府你不能管德州的事情。据我了解，这里还有一个背景是蓄奴问题。对，当时在墨西哥人就号称他们已经就是废除奴隶制了，对。但是这个时候的美国还是有奴隶制，所以其实在这个时期，19世纪初的时候，对，美国比墨西哥落后。是的，我跟你讲，欧洲国家大部分在1820年代都放奴了。墨西哥作为西班牙的整个思想的延伸，它其实就是一个欧洲在这里的飞地嘛。对，基本上就是了。所以它就是一些欧洲人就觉得我们已经要废奴了，对，要放奴了。所以现在我们的历史看起来常常讲说，这个西班牙是个落后的帝国，对，西班牙是个落后的殖民方式也许落后，但它其实跟欧洲的思潮是一贯的。对，是一贯。我们知道这个时候1820年代是欧洲，就是刚刚那个学弟讲，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维也纳会议结束，整个欧洲人开始在这个人权、自由、民主、人权上。拿破仑民法典。对，没错。所以人权精神已经散布欧洲，因为也传到了墨西哥。对，像英国就从1820年代一连串的民权改革法案嘛，当时整个欧洲是这样的一个做，可是美国反而是比较保守的，所以美国当时乡下落后。是的，没错啊，是的，没错。所以当时的美国人啊，就是这些殖民主，就是进入到德州，对，进入到德州。其中一个很具代表性就是山姆休斯顿先生，德州共和国总统。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带领了当时在这个德克萨斯州这边的殖民者反抗墨西哥的统治。当然，反抗理由之一就是刚刚学弟讲的，就是蓄奴嘛。
蓄奴是一个问题之一。德州想蓄奴，对。隔壁美国在蓄奴，对，而且它紧邻的是隔壁南方州，对，所以都是蓄奴，蓄奴跟蓄奴合在一起，对，反而是墨西哥是中央，对，反蓄奴，反蓄奴。那德州的看法就是，当时德州就认为说，你墨西哥是压迫我，对，没错，就是。其实跟后来南北战争那个美国南方各州反抗那个华盛顿的联邦政府的理由完全是一样，这是我们的权利。那你墨西哥政府你干涉我们的权利哈，所以就爆发了美墨战争哈。一开始是德克萨斯州宣告独立啊，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Sam Houston 他成功带领的 Texas。号称宣告独立啊，其实这个宣告独立是加入美国的前奏，所以 Sam Houston 一宣告独立之后，他立刻就提出要加入美国联邦这样提案哈，而且当时就在这个 Texas 内部就形成了这个2种不同的意见，也有认为说我们要继续保持这个 Texas 的独立的，也有这样的意见。主要我刚刚说保持独立反而是主要是西班牙裔哦，对，反而是西班牙裔，他们不想要加入美国这个联邦，因为并入之后。对，并入 Anglo-Saxon 就占据主，对，没错，并入之后，他们把它变少数民族，对，他们西班牙人就变少数民族了啊。本来他们是一起反抗墨西哥统治的，都在 Sam Houston 的带领下。我告诉你，其实现在的这些都已经很清楚，所有历史的相关的这些事证都很清楚。Sam Houston 背后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在支持，给枪给人啊，然后给弹药。给各种的资源，给钱哈。当时这个墨西哥内部也在内乱哈，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地区也发生一些问题，所以可以说4个字鞭长莫及。其实，在历史上，因为我们一般关注19世纪的历史都是摆在亚洲跟欧洲嘛，很少有人关注这场战争。就是这场战争其实有很深刻的政治跟文化意义啊。这场战争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美国获胜，不过它也是制造了一些神圣的神话嘛，对，就最有名的就是有一部1960年的一部很有名的电影《边城一列传》，对不对？又叫《白羊》，死守阿拉莫城，是电影里面，对，电影里面的墨西哥军队，你看多恐怖，6000人打200人啊，哈，这200人就死守在阿拉莫，其实是个小镇，对，就一个我们可以讲拓荒据点，或者垦殖据点，拓殖点，对，没错啊，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捍卫我们的财产的，所以反抗这个西班牙专制的侵略啊。其实我告诉你，当时西班牙人扑灭这些德克萨斯共和国分离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你们在搞蓄奴，对，你们违反人权。可是我们现在都已经不知道这个事情了啊，就认为说这些人很了不起、很伟大，这就好莱坞的厉害，对不对？这太跳轨了吧？像你的意思是说，对，德州当时在搞蓄奴，对，然后呢，他意思是说你压迫我们不能蓄奴，对。那墨西哥部队来的时候是说我们是来解放奴隶，对，我们是来还给大家人权跟公平。结果后来这一仗就是这200人全部打死了，后来就变成当时美国人的一个象征，就是说我反抗墨西哥统治的一个精神哈。其实美墨战争最后美国大获全胜了，好，美国后来联邦军队开过来的话，这个就是阿拉莫城，对，阿拉莫城宣传，对，没错。那个你看 ，Birth of Texas 嘛，哈，德克萨斯的诞生，对，在讲是，你看全部是用英文，对，就表示阿拉莫，这表示是当时的德鲁萨克逊，就英国后裔的殖民者，在这边建立，你看这是一个小的城市而没有什么啊。那这个战争最后的结果是美国大获全胜啊！美国这几个回合的大胜，攻入到墨西哥城内部去了。攻入墨西哥城就标志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西班牙语的优势在北美结束了。因为等于说北美洲最大的国家从墨西哥转移到了变成美国，对，所以它这个范式的移转呢，对，没错，你也可以说整个殖民优势的一个转移。从此之后，北美就是英语的天下了。但这是一场不公不义的战争啊！你帮墨西哥独立，你美国派人来，还跑去侵略人家的国家。其实这严格讲起来是侵略战争。这一仗基本上就是把整个格兰特河以北都割了啦，哈。这边看得更清楚哦。有没有格兰特这从这边，然后这边这一块，因为刚才不是有看到上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德克萨斯全部1845年，然后它是逐步啦哈，就是1845打赢之后然后1845德克萨斯先这个就独立出来了嘛，然后逐步的1848因为直接被他打到城下，对，所以它是分段式，到最后要逼迫你出售嘛，对，所以这里1853年又出售。你看这个地图，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格兰特河就变成西班牙文化，你说拉丁文化跟盎格鲁撒逊文化的一个分界。我们刚刚这个节目一开始不看很多铁丝网吗？对，就在格兰特河畔。
然后这个德克萨斯后来就在 Sam Houston 这些殖民者的带领之下，当然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正当性，就我们刚刚讲那个编成英列传嘛就是说象征英语系的这一些殖民者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建构的这样一个神话当然一方面他们也把很多讲西班牙语的殖民者赶走了，就赶到就并吞他们的财产。这很可怕的而且直接把人家给驱离对，直接把人家驱离，因为他要确保 Texas 这里都是讲英语。不是天赋人权保障的是财产权吗？自由平等博爱财产，抢来的就是啊。哎呀，其实美国经过一连串的巧取豪夺终于获得广大的土地，这不是巧取豪夺，其实就是硬生生的抢嘛简单讲而他还把它拍成好莱坞的神话电影。对，就只看到这阿拉莫城，其他的部分我们现在都不太知道了所以对于美国人的逻辑来讲，或者是对他们的信仰来讲，其实这一场美墨战争是一场正义之战。对，是正义之战，是美国人去救驰援墨西哥，对，然后顺藤摸瓜，就一路就打到了墨西哥城。对，他认为他是就是我刚刚讲是要实现他这些价值嘛的一场。其实美国现在后来又把他这些价值我们知道在美西战争之后又推到全世界去对不对甚至往中国推。所以 Texas 后来就在 Sam Houston 等人的这个的努力我们可以说是努力之下，后来就在1845年之后，就经过这个几次的投票表决了就加入到所谓的美国。那这里还有一个点是，当德州加入了美国之后，可是这个时间点很快，美国要打内战了耶。对，因为北方自己也开始废奴了。其实我告诉各位，西拓运动过去有一个说法是一个悖论，就是说因为西拓运动造成美国的那个蓄奴的声浪下降。我告诉各位，这个说法是不完全的，因为你看这个就知道，西拓运动很重要的一个点南线就是在德州嘛。对，这个是在内战之前的整个美国的这个州的。可是德州是蓄奴的这个红色的都是在南方的州，都是蓄奴州所以就很讽刺的是，20年后德州又加入了南方的联邦，反抗华盛顿的这个美利坚合众国宣告成立所谓的美利坚联盟国嘛。那其中一个理由又是跟当年反抗墨西哥统治的理由是一样的，就是我要维护我自己的权利我们从地理距离来看你就知道了，在南方各州当中，跟这个东北部的北方最远的就是德州。我们知道美国在1860、70年，就是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的铁路才开始大规模的修筑。1850华人 landing 这里嘛，对，从旧金山上岸开始挖矿。1860、70年代大铁路开始修，横贯铁路开始修，才蔓延到这个中西部。所以在这个之前，美国扩张的是很快，可是它的地理区内部的整合很慢，很困难。另外还有印第安人的问题，还有这个你要跟印第安人土著发生各种战争抢夺的问题，所以德州始终它都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这样一个，不只是地理位置历史发展地理位置、历史发展，甚至于什么，甚至于它到了后来，我们知道等到这个德州逐渐开发起来之后，它又开始需要西班牙的。就是墨西哥这里的人来当劳动力嘛，对，所以又开始有很多。当年他把很多讲西班牙语的赶走，等20年后他又把很多讲西班牙语的迎回来，当然已经不一样了，有很多是由印第安人协同的又进入到德州当工人所以他就变成我刚刚讲的回到他们的老家。对，昂格鲁萨逊文化跟拉丁文化的一个交界点就在德州这边所以我们知道德州它另外它的整个国家，它的整个州的政治制度跟其他美国各州又有一些不一样。我们知道德州后来等到南北战争之后，还是一样留在美国的这个疆域之内德州后来就变成什么？就变成美国后来西拓的一个出发点，一个跳板。后来有大量的美国人就开始往美国西南部黄色这边。今天那个台积电去了亚利桑那州，在这里，Arizona。所以亚利桑那人很多当年都是德州的殖民者，后来再过去的。所以德州后来就变成美国中西部精神的一个代表州。我们可以这样讲，所以当初川普当总统之后，就是在那美墨边境新建所谓的高墙，这个事情其实在美国社会一直到今天都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争论的他在那个美墨边境修了高墙，其实也就代表美国不再欢迎移民进来了。也就是说，所以当时就讲美国精神已死啊。其实川普他所延续的就是美国门罗主义的精神嘛。简单讲就是这样那在内战时期德州有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为这个是南北战争，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南北战争我们都很熟悉林肯总统当然是代表北方后来的胜利者嘛，当然他被暗杀了。南方的总统呢是这一位戴维斯，这位戴维斯这个 Davis 在南方的州里面他是享有很高的一个这个声望。还有另外一位李将军，对。
啊 ，Robert Lee，他后来变教育家，对，然后呢，开办了这个维吉尼亚大学，是的，没错，所以非常有名。就是说，在那个美国南北战争时代，德州就变成美国南方很重要的一个人力跟财政的资源的一个地区，因为它是南方比较有钱的一个州嘛，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它有点鞭长莫及。事实上，南北战争的时候，美国北方联邦的军队很少打到德州。太远了，对，有好几次有进来，少量进来，但也被德州人给打回去了。所以德州人有一个感觉，我没有输，对，我们没有输。主要交战带在维吉尼亚、维吉尼亚这一带吧？对，还有北卡这几州打最激烈。对，这边就是南北交界处这边。南军其实也一度攻进华盛顿。对，打到离华盛顿只剩100多公里，所以德州它相对而言就是会有这样一个分离意识存在了哈，所以也就不让人觉得那么奇怪。那个刚刚学弟讲到像 Davis 这种人，Davis 他们这种人都其实一定程度上，他们代表都是美国逐渐在西拓的过程当中所形成一个新的一些我们讲难听的奴隶主啊。因为它有大量的庄园，对，它有大量的土地，所以它需要大量的人力。对，没错。但是移民是补充不了，而且移民难管嘛。对，当时有欧洲记者问这个 Davis 你们为什么要独立？人家只讲一句叫 for rights。权利，为了我们的权利。那他的逻辑其实跟这个在几十年前德克萨斯叛离墨西哥是一样的，差不多，大同小异，我们可以这样讲。所以这样的一个逻辑跟精神，事实上也强化了这个德州的一种孤寂感嘛。对，没错。或者说他就是对美国北边或者对美国政治中，他是疏离感，格格不入，疏离感。所以你看，德州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价值，因为他认为说他在整个美国联邦里面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再加上他又是国门第一线嘛，对，大量的墨西哥移民，墨西哥因为往这边容易走，我已经负担联邦政府很大的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各种财政上的支出，你现在又要我接受这些移民，对不对？你要我德州人怎么办？所以这种剥削感，再加上我们刚刚讲历史上的这种独特发展的这样一个路径，所以就以我们学历史的人来看，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就不会那么样的奇怪了。我们可以这样讲。我想这边我们就用一篇《纽约时报》的文章吧。我们知道《纽约时报》这个是美国最大的报纸之一嘛。那你看他就直接写了一篇文章，叫“两个美国，两个总统，川普与拜登对决将意味着什么”。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去了解刚才那个历史脉络的话，你大概只看了一半的懂。我来先分享给大家看川普跟拜登都做总统了嘛。那美国人对这两个人的看法其实都很清楚啊。让拜登和川普都难在公众面前定义自己的对手，不能像小布希总统在2004年对 John Kerry 那奥巴马在2012年对上这个罗姆尼的 Romney 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今年很独特，因为很老。除了老之外呢，你看了一个81岁的现任总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总统，一个77岁的前任总统，在4个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有91项的重罪指控当然这里面共和党人都说这看民主党人政治迫害啦，对，找茬。这个拿司法搞人你以为是民进党的专利吗？不是大家都会这样干没有人能把握的说这些动态，未来这285天就准备要美国选举了已经不到1年了，300天以内各位即将要来热闹，很快但是呢，选民对于未来4年入主白宫的将如何了解目前是一点也不清楚。对，最重要的这句话，拒绝接受扰乱、进一步分裂，甚至暴力，似乎都有可能。其实这是什么？就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当你在那边高唱，对，要拒绝接受扰乱，其实这个国家就已经乱了嘛。对，没错。纽约时报是美国自由派的，对，自由派的喉舌可以这样讲。所以他当然会把这个一切的乱源往前推嘛。对。可是美国现在是一个极度分裂的状况下，真的是。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张图这个是什么？美国的红州跟蓝州。我们一开始所讲的，对，红色当然是红州对。那蓝色呢是蓝州，那紫色什么？紫色就是说摇摆州。对，摇摆州。跟大家说一个有趣点，佛罗里达这几年越来越红。对。他现在最有名的就是他的州长 DeSantis 嘛。对，德桑提斯，他超红的。对。他人称小川普。以前那个佛罗里达是自由派的。对。以前对。所以他这点其实是从蓝州往红州去转是的。那这个浅红色就是比较没那么铁的，像在 Arizona 这几年有一点转向。对。就是共和党有所谓的传统精英跟川普党，对，它是这种撕裂，建制派跟非建制派嘛。那 Arizona 它就比较偏向就有一点偏向建制派啦，对，甚至有一点往民主党在倒。这一部分也是因为呢，高科技产业在 Arizona 越来越多，很多加州的人进去了。对，没错。联电也要去，你知道吗？台积电去的时候，联电也要去，联电去盖12奈米厂，代表我们的成熟制程要往那边移动。对，12奈米是完全成熟了。
所以台湾危险的。但这整个分裂。这整个分裂的态势，那我们就回到最后，我们来讲，就是说，其实德州跟现在美国中央在闹事，其实所呈现的背后，就是这2位老先生所代表的红蓝之争嘛。对，是的。其实我跟各位讲啊，这个我稍微补充一下啦。其实还有就是美国的4代对立。4代对立。对，因为各位有没有发现，这8年竟然就是这2位老先生的事情。好老哦，对不对？80。对，没有别人。也就是说，整个民主党跟共和党传统的建制派在世代更新上出现很大的问题。没有培养出具有足够魅力的政治人物啊，可以跟他们这2位竞争啊。当然还有就是，其实双方都在搞民粹啦。你说川普搞民粹哈，这让美国再次伟大，对不对？民主党也一样，民主党只是用的方式不同。像刚刚讲前总统被控90多项重罪，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是不是？我一度以为我们来到大韩民国。我想，我甚至我个人啊，我认为说不定。川普在总统选举之前这285天会遭到司法羁押，但是一边判他支持度越高，对啊，过关斩将，他最近几个州都赢了，所以很危险。美国在初选了，所以很危险啊，就变成说这一个所谓的身负重罪的前总统，有可能变成以后的总统。你越判他，可是他的粉丝越铁，越铁，越支持他，越挺他，对，越支持他。因为现在挑战川普的，除了 DeSantis 之外，另外一个 Nikki Haley 嘛，对，他们的前驻合联合国大使，对，没错。但是完全构不成影响啊，完全没有。媒体炒作声势是有啦，但是做不起来。是的。就是美国，其实你看刚刚那个学弟那张图，你可以看到美国东北部就是自由派的地区，铁成一团，对，铁成一团。另外铁锈带这边，铁锈带有一些就变成所谓的摇摆州嘛，那基本上我们可以说，这个美国的自由派跟保守派的对立啊，其实就是过去老美国跟新美国的对立。我们可以讲，老美国就是当年北美13州独立的这一块嘛，然后新美国就是后来我们刚刚讲，其实德州就算是新美国的一个代表。可是最后拓垦的反而又很难，因为那边移民又很多啊，又有大量的新移民啊，从这边移过去。对，有很多，因为还有海外的其他的移民进来的，所以这个美国实际上社会的这个撕裂，在川普的4年，这样拜登这4年，这2位老先生的4年，实际上是走向更极端的这样一个情况。这跟美国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美国整个立国的这个历程，还有就是美国整个它的一个价值啊，它所信仰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展现跟冲撞，都是有关系的啊。我们可以这样讲。其实我自己在观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那个德州这个内战的事情，为什么还得到25个红州的支持？对，对。那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的现在这套体制啊。好像没有办法跟进到他现在的状况。对，以前我们常讲分权是好的，对。可是随着美国是非常非常分权的国家，德州连他的法官都可以选，好，很多州只能选检察官。对，那在价值上面，为什么能选法官？选法官其实有一个背后一个背景是什么？就是自由派。对，那。你说不是自由派不是民主党吗？共和党的自由派是在于说你政府少管一点，对，好，我个人的权利要放大，对，州权要放大，对，那个人权利要放大，你政府就要保守，对，所以你知道那个自由，这个保守跟自由它是有一个相对性，所以我们常讲自由民主看起来像是偏左派，对不对？在美国越自由的人他越倾向共和党，因为你最好国家都别管，啥事别管。其实美国中西部这些州，就是我刚刚讲那个相对剥夺感太大了。他们觉得说你东北州还是我刚刚讲东北这些都已经不行了嘛，生产也不行了，产业也不行了。你加州现在自己负债一塌糊涂，你不靠我们，你靠谁？所以他认为说联邦政府应该多尊重我们才对。那其实这个移民问题、铁丝网问题，其实只是一个导火线而已。只是一个小事情，这真正所代表的是整个美国，就是刚刚学弟说，美国整个国家体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州权跟联邦权嘛。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蓄奴，其实也是州权跟联邦权的一个导火线。那这一个边界的这个铁丝网跟这个围堵这个移民啊，围堵偷渡，人家不能叫移民，现在是偷渡，对不对？这会不会再进一步引起美国的政治上的一种对立，甚至于美国社会进一步的分裂？我认为可能性都是很高的。所以让我们回到最一开始说这个宪政危机的部分啊，国民兵理论上最高，虽然他是平常听州长的，可是最高是联邦可以，对，还是五角大厦指挥的。但问题是现在国民兵只听州长的，不听你五角大厦的，还跟这个边境警卫、边境巡防队对峙。
甚至已经传出有枪想打死人的状况。对，有。那到底进一步消息当然会陆续再进来。那我相信打死了1-2个人，这个也很正常。在美国哪一天不枪战？对不对？这个自由美利坚，枪声每一天。这个这个是网络上的段子嘛？差不多，很多，其实很符合现实。对。那我自己的一个疑问是说，美国的价值还有办法，它的体系到底体系的问题在哪里？它的价值的问题出在哪里？对，美国还可以作为一整体的国家，继续的往前，继续强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我们跳2步讲好了啊，就是说美国的联邦政府有没有可能对州权进行进一步的妥协？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中西部这些州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对联邦政府？就长期以来对他们的要求也能够进一步的你可以说妥协，你也可以说屈服啦。就是这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啊。在我们一个就是台湾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上美国实际上已经分裂了。我们很客观的讲，我们也没有说多希望美国变不好了，就是说美国的国家体制跟宪政体制实际上都要经过相当程度的调整，否则的话，美国这种宪政危机会持续的发生。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美国50个州现在有27个州人口在500万以下。都变小州了，都是很小的小州，对。那土地很大，对，但是他们的土地，你看中西部这些土地都非常大的都是这些大州。那这些中西部的人很多是一辈子没有出过他的州的，就这些人他所构成，就是他在联邦政府里面是有相当多的票数，那这些人跟联邦政府所提倡的价值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悖论嘛，形成它体制上一个很大的悖论。这个悖论如果没有办法妥善的去做一些调整的话，恐怕美国未来这个，我不敢说会不会说造成真的内战动乱这样但是未来这种冲突摩擦、这种纷争肯定会持续，而且会越来越大。那这个样子，每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不就只是更形对立而已吗？有一个办法，他们2个彼此要选第3次嘞。有一个办法就是2个老先生退休回家不干，问题可以解决一些。但我看到的是新一代，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共和党新一代，像 DeSantis 德桑提斯或者是 Nikki Haley，对，他们其实也很右对，像那个 Haley 就简直就你听他讲话，你就说哇，这又是个民粹领袖。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过去像很多学者像写那个想象共同体安德斯。跟我们刚刚讲像杭斯基这些自由派的学者很忧心一件事，就是民主制度调节功能的失灵。我们过去说民主，简单讲，民主就是可以把大家都瞧好的一个制度，对不对？那这个瞧好的功能，现在好像随着网络资讯各种资讯快速的传播，所以就导致说这种瞧好的功能就似乎是受到一些挑战，因为民粹情绪很容易就燃烧起来了嘛，就像。刚学弟讲的像德桑提斯Haley 这些人，他不右的话就没有支持者，你没有办法在网络上面就是制造所谓的声量，这个我想我们台湾人应该很理解嘛，这种声量是现在要不然他怎么跟川普抢？对，但川普不退的话，对，之前留在川普身上啊。对，其实德桑提斯前一阵子已经宣布，就是不再争取共和党的提名了嘛，其实这代表建制派已经向川普妥协了，就跟着川普要打到底了，可以这样讲。那其实德州这个事情只是一个导火线了，也可以说冰山一角，这代表美国的政治体制、国家的价值，甚至整个社会的信仰，都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就值得我们继续再去观察了。好，我想今天我们关于这个德州这个讨论呢，其实从德州跟中央政府的对干对，经过我们这样的抽丝剥茧，德州呢，它的这个独立特性，对，当然它的历史的脉络的特性，导致它本身就跟中央政府是最疏离，对。然后它的地缘又很好，又很扯，它刚好又卡在美墨边境上，对，没错。那第一线国门对，第一线。那格兰特河本身又不是一条可以阻止移民或隔离的大河，对。它虽然名字叫大河，格兰特河就是大河的意思。泛滥的时候是大河，对，但是它有很长的一个枯水干旱嘛，对，所以整个这样子这个研究起来就变成说。德州的这个分离性更强，但是它其实分离性很强，它同时也鼓舞了其他的红州对，没错。所以为什么20几个红州同时挺它？对，甚至有这种直接呛说，那干脆大家来离婚好了，可以成为盟主嘛？对，这样讲。那当然，就很多人就从历史来看说，哎呀，这南北美国和当然内战会不会再开打？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啦哈，我觉得搞到内战不至于啦。对，你看当年南方的首都。对，是维吉尼亚，维吉尼亚现在是个深蓝州，对的，是自由派的，对，这些地块也有一些改变啊。但是在
让美国内部的动荡，不管是在宪法层级的冲突，比如说宪政危机，国民兵到底是隶属于联邦的还是隶属于州长的，对，那各州还可以派人来支援，对，然后这个不管是宪政层级或者是在社会层级的冲突也非常多。那我是觉得是这样啊，就美国的整个制度现在走向一个瓶颈，对。瓶颈就是说，他过去引以为豪的这样的一个很自由制度，透过投票愿者服输这样的这个少数服从，多数尊重少数。他宪法就很简单的原则而已嘛，16条，而且它的有一个保障嘛。对，美国是2院制嘛。对，参议院一州就选2个嘛。对。那众议院靠人口，所以有些州众议院只有1席。对。那众议院意思就是保障每个人可以得到平均多数的议员的照顾，而参议院呢就保障每一州的州权是稳定的。对。那在这样的架构上，它卡死啦。对，他本来的意思是制衡，他本来是制衡，他本来意思是平衡，对，是要让它顺畅运作。可是其实讲白了，就是意识形态的撕裂导致了内部信任的崩解啦。是，那讲得好，没错。那这个崩解进一步在过去设计的完美制度上得不到解方，所以它的结果就是直接冲突。我自己观察是这个样子。对，而且这种冲突现在看起来哈，就是说如果美国的这个套体制，假设它还是运作有效的，它应该要透过一种重新修宪，来重新界定联邦政府跟州政府的权利，但是在我看没那么容易，在这种2党严重蓝红严重对立的这种情况，恐怕没那么容易。宪法增修案，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美国目前的危机具体呈现的这个外观，就是德州为了移民问题跟联邦政府杠起来，闹成这样的一个结果了哈。好，所以我们这个见微知著。对啊，那对于美国未来它持续这样发展下去，其实对它的整体国力是有削弱跟伤害的。当然。好，那对于中美之争这样也会造成一种此消彼长。美国的问题一定会牵动全世界啦。而且这个不稳定也会具体呈现在当他大选完之后，美国的国际政策可能会大幅转弯。会，所以它的整个的国际政策也连续性也很难有维系，很难说的。我们从小学习的就是说，美国是这样，换了政府，但它的政策是固定的、稳定的。那目前看起来是现在不一定，对，很明显。你看拜登跟川普看起来拜登好像延续川普一部分，但川普是全球撤兵，对，拜登是全球增兵，对啊，就。号称好战的川普，嘴巴好战，对，实质呢身体很真正喜欢打的是民主党了，在历史上，对，民主党嘴巴是讲自由派，对，但真正爱打的是民主党。那看起来这个川普似乎比较像真小人民主党比较像伪君子。是的，好。那关于今天这个命题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啦。好，那最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那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加入我们的会员，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今天王立本老师难得来到现场那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继续追踪下去。最后呢，超级留言，超级感谢让我们知道你想要聊一些什么主题也可以跟我们互动。那或者线下的赞助绿界、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有更多的粮草，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王立本老师。好，谢谢学弟，谢谢大家。好，那我们期待下一期再相见喽，拜拜。拜拜。